我在这儿我必要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案子啊，这个我要说，你看我们的员工这个被编控啊，员工的家属和员工被编控大概3000多人，我们被抓起来的人呢，这个头半年1年消失找不着啊，连什么手续都没有。在1年或半年的时候给手续叫指定监视居住，指定监视居住的权利是要可以打电话可以见律师的啊，没有。然后呢，告诉后来在大连呢，在开封关着呢，也不让见。后来到了大连开封看守所去找时候说没这个人，为什么？说你们这案子太重要了，这个现在都是属于这密保，没有名字。那么有的现在关了2年多还没有回来，有的是刚刚的这个家里边这个妻子刚怀孕，到现在孩子没见过。另外一个就是人家有的这个就是刚刚离过婚，这么一个女同志，就一个孩子，现在一直住在我们公司酒店里边，我们陪着。那么这些人抓起来之后，他有罪，他活该呀，他犯罪了，是不是？那法律该惩罚你。那犯罪了有法律程序啊，你应该给他起码的一个法律上基本的保证，人权保证没有。然后这些员工被抓起来以后，绝大多数人都是被羞辱。比如说我们被询问的270多个员工，其中的有女员工很多，有很多男员工回来都向我说，他们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其中一个男同志关在被一个也同时啊，这个跟我有关系的网上说的车峰啊，跟车峰还有一个这个中石油的王天补关在一个4合院。这个打他的时候啊，这个大概3个星期，把这孩子打的胳膊断了好几次，这个最后都不能动。说你还能活得出去吗？王天补被判3个死刑了，车峰得判5个死刑，你还能出去吗？啊，这是习总书记、王岐山书记、孟书记亲抓的案子，就这么折磨这个孩子，回来这孩子基本半神经了。另外我们一个女员工啊，被抓起来以后靠在铁椅子上，然后呢这个再戴上脚镣，这个孩子呢被关了3天在这里面，在铁椅子上，当然他拉屎尿尿都尿在裤裆里边了，都尿在里边了。那么等3天离开的时候，他屁股上长了2个大包，回来她的老公给我打电话，哭得泣不成声，说我的老婆回来基本上是傻了疯了。更夸张的事情，办案的公安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手伸到女孩的裤裆里边去摸，你尿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尿？这是办案吗？这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厉害呢。还有的基本上这男孩子进去都砸上脚镣手铐，把鞋给你脱了，关你几天。然后呢，看你手机呢，一看你跟女孩有联络，他就说你有老婆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老婆，你信不信？我把你妈找来，你信不信？我把你爸找来抓起来，信不信？就这么威胁。然后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要签20页到40页的空白纸张啊，所有的男孩女孩都要问你的性能力、性关系啊，然后呢都会拿男的女的对方的所谓的出轨的把柄来威胁你。而且我们很多女孩进去都会问你跟郭文贵上过床吗？肯定上过床，要不要我通知你老公啊？你跟郭文贵上过床，你老公相信我们相信你啊，都是这种办案办法。今天我为什么站出来要说呢？今天非常重要，我们的老百姓啊应该要知道，这个专案组啊现在在下边的办案不代表中央要这样办案，我不相信。孟建柱书记、王岐山书记、习总书记说你不要这么整人，不可能。这就是傅政华这样的人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，他把国家机器掌握在手里。郭先生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秘密关押，第二个酷刑，第三个摸黑栽赃啊，这是目前这个暴露出来的，就是说整人的一些标准的一些作业程序。你看这个抓的那么多律师啊，那个律师的这个家属啊，天天在这个舆论上呼吁啊，披露这些信息，就是说人被抓了以后，律师不让见，家人不让见，关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啊。这是你家人想知道他的只言片语根本就休想，因为他是秘密关押。所谓的指定监视居住啊，就是给你秘密关押，让你强迫失踪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。而且呢，他有一个合法的这种外衣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酷刑啊，现在看，从现在暴露的各种案件来看呢，啊，非常普遍。最近有一个律师叫谢阳的啊，他的律师第一次见过他之后，就把这个警察怎么样对这个他的酷刑总结了10几种酷刑啊，把他给他总结出来啊。那么这个你们这个公司员工遭受这些酷刑啊，跟他们遭受的酷刑一点都不一点没有什么差异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。就是他们用这种酷刑来折磨你，来摧残你。
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啊，像雷洋那个把人搞死以后还编一个你在嫖娼的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用性关系来这个，实际上人都好色嘛，是不对呀？当然好像经过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人好色就成了天大的罪状啊，就成了这个，而他们好色的根本就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种事情啊一点不新鲜，但是你们这个事情呢，听你说出来的有点耸人听闻。一般的人只知道啊，就是方正这个李友这些人啊，全军覆没，11个人被判刑。但是呢，你这一方啊，你遭受的损失啊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，就通过你这个刚才的这个说法啊，你那么多亲人被抓啊，那么多员工被边控，那么多人被酷刑啊，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些耸人听闻的啊。那请你继续讲，